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说到六味地黄丸，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它是一种中成药，有很好的补肾作用。其实除了补肾，六味地黄丸还有3个作用，你可能不知道。第一个，提高免疫力。六味地黄丸中还有很多的中草药，能激活细胞的免疫功能，从而起到提高免疫力的作用。第二个，降脂保肝，因为呢，六味地黄丸中含有很多的中草药，这些中草药能降低血脂和胆固醇，还能够保护肝脏，所以吃六味地黄丸有降脂保肝的作用。第三个，改善性腺功能。男人吃六味地黄丸能刺激激素分泌，提高精子质量，对改善性腺功能有一定的作用。虽然六味地黄丸有很多的好处，但吃的时候也要遵循医嘱。还有呢，2类人最好不要吃。六味地黄丸只对肾阴虚的人有效，而肾阳虚的人最好不要吃，不然会加重病情。还有就是脾胃虚的人最好别吃，吃了会影响消化系统，不利于身体的健康哦。当然上了年纪后呢，会感觉自己脑子不好使了，记性也变差了，还经常头晕头痛。其实这可能是脑供血不足，那该怎么预防和缓解呢？今天木子就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很简单，每天坚持做一做，对预防脑供血不足有帮助哦。伸出我们的双手，5指张开弯曲，然后用指腹从我们的前额开始，慢慢的按摩到头顶，再到脑后，这样反复的按摩，每次按摩5到10分钟。这样按摩头部可以改善大脑血液循环，减少脑部缺血，对改善脑供血不足有很好的效果。而且对脑供血不足引起的头晕失眠记忆力减退都有帮助哦。乳腺增生在女性中是很常见的，虽然乳腺增生一般是良性的，但也要注意做好养护，这样才能够降低乳腺增生的危害。那今天给大家推荐2种食物，能够帮助通乳散结，保护乳腺健康。第一种，鱼类。生活中经常吃到鱼类，鱼类含有的营养很多，其中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和必需的氨基酸有保护乳腺的作用，所以女性朋友经常吃，对预防乳腺增生有帮助。第二种，桑葚。桑葚是一种很好吃的水果，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可以帮助调节体内内分泌水平。而乳腺增生有部分原因是体内雌激素分泌过多，所以多吃桑葚可以帮助减轻乳腺增生哦。哎呀，颈椎疼，哎呀，头疼头晕，哎，这耳朵咋嗡嗡的呢？哎呀，昨晚又没睡好，哎呀，当当当！如果你也有这些问题很可能是脑供血不足哦。那今天木子给大家推荐一个动作，可以帮助改善脑供血不足，跟我学一下吧。先站好了，2只手在胸前，这样扣住，然后呢一起绕到头的后面，这样一前一后为1次，每天做50次就行。脑供血不足时做这个动作呢，可以帮助促进脑部供血，使血液更流通，不仅可以改善脑供血不足，还能够缓解疲劳，提高睡眠质量哦。这个俗话说得好好男一身毛。从我们女性的角度看呢，是不是觉得男人体毛旺盛就感觉特别有魅力呢？而从男人的角度呢，有些人就会觉得很难看。其实男人身上有2处毛发越浓密，可能呢体现你肾脏越好哦。那是哪2个地方呢？第一个就是腿毛了。那腿毛旺盛和肾脏和遗传它都有关系的。一般如果你腿毛多，说明呢雄激素分泌的多，肾气也是比较充足的，那肾功能还不错。还有一个就是腋毛。很多人觉得腋毛多了会有一股味道，尤其呢到了夏天，那味道真是其实呢腋毛多也是肾气充足的一种表现，若你也是的话，那就恭喜你了哦。所以以后呢不要再乱刮掉了。前2天遇见我一个男同学，还被他笑话了一番，说我这2年咋老这么多呢？我当时就给他了一个大大的白眼。是那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不公平。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女人40豆腐渣，男人40日一枝花。那木子想说想要做花，那也得看自己身体允不允许啊。今天木子要告诉大家的就是
男人开始变老时，下半身呀会发生2个改变哦。首先啊是腰腿无力，那男人要是开始衰老呀，肾脏功能也会跟着减退，这样就可能出现腰腿无力的情况了。还有一个呢就是小便无力。一般男性开始衰老呢，都是从前列腺开始的。如果前列腺出现问题了，那就可能会有尿频、尿急、小便无力的情况，这也是衰老的信号哦。好吧，你要是都没占上的话，那我承认你是花好了吧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经常会看到有些男性的腿毛很多，而他们觉得腿毛多呢很难看，还把它刮了。其实腿毛多是体内雄激素旺盛的一种表现哦。那说到这儿，有的人就会说了，那腿毛少就是雄激素少了，那该怎么补充雄激素呢？今天木子就给大家推荐了2种食物，可以经常一起吃哦。椰枣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矿物质，男性经常吃不仅可以激发雄激素，还能提高免疫力，帮你增加男人味哦。须原汁，那须原汁是血凝脂中的一种，其中呢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、磷脂和锌元素。那男性朋友用它泡水喝，也有增进雄激素的效果，帮你提升魅力。不过虽然说雄激素旺盛是好事，但是如果分泌太多，对身体也会有影响的，所以只要适当补充就可以了哦。得了，如果阳气充足，身体也会比较健康；但如果阳气不足，身体呢也会出现问题，所以要好好的养阳气才行。但是在这寒冷的冬天，男人爱做的3件事可能会损耗阳气，希望你能改正。第一个，不爱运动。冬天天气冷，很多人就变懒了，不爱出去运动了。经常运动可以提升阳气，增强肾脏功能，但如果长时间缺乏运动，就会影响身体气血，让阳气流失，所以呢要坚持运动才行哦。第二个，不注意保暖。很多男性即使冬天很冷，也穿得很少，不注意保暖，这样呢很容易导致寒气入侵体内，从而损耗阳气。所以呢还是多穿点，注意保暖才好。第三个，喜欢熬夜。熬夜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家常便饭，但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这段时间是阳气生发的时候，若是你还没有休息，容易导致阳气流失，造成阳气不足，对肾脏健康也不利。所以想要肾脏好，还是别熬夜了。建议大家可以喝点桂圆、红枣、枸杞茶，有助补阳气。3、4、5、50、51。木子，你在这逞强干啥呢？哎呀，穿帮了。很多男性喜欢用能做多少俯卧撑来比谁的身体强壮。那说到这儿呢，问题就来了，一个男人一次做多少个俯卧撑才算合格呢？如果是20岁到24岁的，最少呢要做20个；如果呢是25到29岁的，最少要做18个；30到34的呢，最少要做16个，这样依次递减。不过呢，我说的可是最少的啊！如果你连这个数都达不到的话，那身体素质可真的是一言难尽了，可不行啊，赶紧锻炼吧。但是呢，如果不管是哪个年龄的，都能够坚持做40个，那身体真的算强壮了。不过这可都是在正确的姿势前提下哦，瞎做可是不行的。赶紧测一测你能不能达标吧。得了，就唠到这儿吧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哦，下期见吧，拜拜。